我下午去给人相亲回来了哈，原本呢咱想过个开心的6·1啊，没成想啊，这心到现在都很堵啊。有一个男士89年的，这个有车有房，自己开了家饭店啊，年薪在20万左右，条件整体不错，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位92年的女老师，自己开培训学校的。这两人也是抽空就约了今天中午见个面。哎呀，谁知这男士啊，咱是不清楚他是咋想的，真要命啊！两人呢见面，这女方问他有车没有，他说没有车，是电动车。女方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了啊，就问他有房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在住这个合租房。女方又问他你自己开店一年能赚多少，他给人来了句啊3-5万吧。好了，男方这顿操作啊是直接把我给卖了啊，自己也没讨好。人女方一听啊，那直接就质疑啊，红娘不是说你有车有房，年薪在20万左右吗？这男士一听啊，就接着说呀，这车呀准备买啊，房子也准备买，但最近啊这买卖不好干，钱赔了他就没有买。好嘛，人姑娘一听啊，脸色唰的一下啊，变得就跟变天似的。两人接下来呢就有句没句的聊着。这分开不多久啊，这姑娘就发来一句话，哎，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，不过你这个人还挺好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。男士立马真的是秒秒钟的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对方呀把他给拒绝了，还带有那种特别庆幸被拒绝的意思。我听完这过程真的啊，王八都按不住我那血压呀。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车，他说有。要有没有房，他说有。你实际收入到底多少，他说保守啊是20万。我一听啊那更气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撒谎说没有呢，说一年能赚个3-5万呢？人男士给我开始上哲学课啊，给我来了句啊，现在这世道好女孩不多了，我要是说有的话，就我这收入年薪30万，那说出来多少女的都得抢啊。所以他自己综合考量了一下，怕遇到这个拜金女贪图她的物质，哎，就说了句啊没有，希望能够遇到真爱，遇到那种啊就是不在乎车房这个年薪的这种姑娘。哎呀，听完真的那一瞬间啊，就有人感觉就是雷劈到我脑门上去了。后面啊他还跟我说啊，当他自己跟这个女孩子说啊这个没车没房，那女方的表情啊立马就刷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判断啊，一看就是贪图物质的女人。听得我呀实在是不知道啊上哪去找块砖去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自己就有2套房，车是崭新的，宝马7系，全是人家一点一点的奋斗过来的。人姑娘只想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啊相处着，可你在开口的时候就抹杀了这个可能啊。男士一听啊是十分后悔啊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么详细啊？你光说他年薪20万，有车有房，我要知道他家这个条件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认识的。接着就问我呀哈，戏剧性的，那我能重新认识一下吗？气得我呀这门都没有。电视剧里面总有一个狗血的桥段，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啊装穷人去相亲，女方问他有车有房没，男方说呀是电动车出租房，哎，女方一听立马就走。谁知啊这男方啊接着就当着女方的面啊去打开自己的保时捷跑车呀，笑着对这姑娘说，我最讨厌拜金女了。哎呀，这女方一看的是十分后悔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你何必呢啊？你要是8套别墅9栋楼7、8辆豪车，怕人惦记上，表现的低调一点哈，哎呀我还能理解一些。如果只是普通的1套住宅1辆代步车，你貌似在相亲市场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吧。之前我遇到一个真的富二代啊，人家经营家里的厂子，一年1000万打底，他的家里人就跟他说呀，相亲低调点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的条件啊。他相亲逢人就说呀，哎呀自己是1套车1套房，在单位里上班。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，直接也是全部摊牌。你看看人家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人家会全说的。相亲这个事情你多多少少都是要有一些诚意的，互相需要一点尊重。咱就再说的刻薄一点啊，就算你亮出全部的家底，人家都未必能看得上你。这相亲除了看条件，还得看颜值和感觉呢。你这倒好，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优势还给藏起来了。我也是真正的这个无奈了啊！哎呦，那个心堵的呀，算了。哎呀，我还是去收拾一下我那被人捅的一刀子的心吧。当今的相亲现状，农村是一群男人抢一个普通女人，城市是一群女人抢一个优质男人。农村呢是女人带着孩子啊照样嫁，城市是女人带着房子也难嫁。农村是光棍一大片，城市是剩女一大堆啊。找对象呀，最大的悲哀呀，就是总想找自己配不上的人。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，今年29岁，大专学历，商场做销售的，一年能赚个6、7万，身高160啊，长相也就5、6分。她来找对象呀，说自己的要求不高啊，想找一个合得来的男人。我问她具体的择偶要求，她支支吾吾的说呀，没什么要求，主要就是看人吧，只要人好有房子就行。那这要求啊确实不算高啊，符合要求的不在少数。我问他28岁，大专房产销售，小伙子长得很阳光帅气，考虑吗？他问一年赚多少钱，我说一年在10万上下。他听完摇摇头就说呀，不行，不够养家的。有工资高点的吗？
有一位31岁的男士开了一家小饭店啊，赚的还行，一年20万左右，人好也踏实。他一听啊，就说这钱赚的还可以，但这工作不太好。开饭店肯定很累吧，起早贪黑的，有没有工作好一些的？我忍了忍说呀，有一位29岁小伙子，身高170，长得也很阳光，程序员，年薪在20个左右，有车有房。他一听就说不行，个子太矮了，有个子高点的吗？听完我是直接就问他呀，你明确点告诉我你要找什么样的行吗？他说33岁以内，未婚，身高180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学历本科，有房子，父母要求有退休的。我这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这要求也不少啊。我问他符合这些要求的你都可以认识是吧？他点点头说是。我说有一位男士啊，33岁，未婚，做电商，一年30-50个，也有房子，还没有贷款，父母有退休，你考虑吗？他听了之后反问我呀，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身啊？我说这个男士啊，他长得丑一点啊，脸大，不太好找。这姑娘一听啊，丝毫不带犹豫的说不行，想要找个阳光帅气的，毕竟得为后代考虑。我又给他找了一位32岁的男士啊，做销售经理，常年出差，年收入20万左右，个子很高啊，长得也很好。这姑娘一听啊，说不行，要找个离家近的，得陪着自己的。气得我呀，忍着又给他找了一位中级版，男方29岁，长相很帅，合眼缘，身高180啊，有车有房，月薪2万多，这性格也温柔有担当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，父母有退休。他一看啊，终于满意了啊。结果男士资料卡上写着不会做家务，这姑娘又说啊，不行，希望找个会做家务会做饭的。那一瞬间真的气得我不打一处来呀！王八赶紧劝我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千万别得乳腺增生啊！我反正呢也是没好气儿怼了他啊，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挑挑拣拣，自己大专要找本科，自己160要找180，自己长相5分要找8分的，你拿我这当女娲了，你可以给你造人了是吧？前面信誓旦旦的说了半天的鸡毛蒜皮，后面又出了一堆小要求，结果前面的要求都当放了屁了。总结一圈下来，就是要找个长得帅的又多金，情商高的，还得会赚钱的。那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找王思聪去啊！最可恨的啊，莫过于没感觉这3个字。鬼知道你嘴里的合眼缘没感觉到底是什么标准啊？光有感觉这3个字啊，就造就了多少大龄剩女啊！虚头巴脑整了一堆，这叫什么？思路不清加认知错误，真的是王八想骑凤凰，白日做梦了。今天呢，咱讲点相亲市场上现实的东西。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我以后不收了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我记得我说过一期啊，希望女人能够早点结婚，千万别拖到30岁。哎呀，想想当时那个画面啊，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可怜呢，被喷的那是体无完肤啊，一个个的都跟拿那个霰弹枪一样，朝我发射，都不带解恨的。啊，有你管，宁可不嫁也不错嫁。哎，女人过了30岁依然活得精彩，二婚带娃我也能嫁高富帅。行，维持你的最后的面子啊，你就做梦去吧。有一位大龄姑娘，今年是33岁啊。当年她很着急的来找我找对象啊，也就27、28岁，人条件挺好，在事业单位上班，有车有房，长得也挺漂亮。那个时候呢，还不到30岁啊，想认识她的男士呢也有不少。她说自己择偶要求不高，想找一个有眼缘，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就行。这要求一听啊，像是那不算太高的，可后来介绍起来是这儿不行那儿不行啊。给他介绍个身高170，事业单位的，嫌男方哎呀，出门走一起啊丢人。介绍个185做老师的，嫌男方啊太高太瘦的和骷髅架子一样。找个公务员给他吧，哎呀，嫌男方姿态高，不想被拿捏。好不容易啊找个个子也不错，长得也舒服，在国企工作的，又嫌人家太忙没时间陪他。好了啊，折腾了好几年，介绍了不下20-30位，不是他看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不上他呀。今年折腾到33岁了，和我说后悔了。现在呀，不管谁，只要条件差不多就嫁了，想闪婚。这女人一旦过了30岁开始啊，相亲对象的质量确实是明显下滑一个档，一位不如一位。她还反问我啊，为什么我这边的资源越来越差了？姐们儿，你是心里真的没数吗？和你同龄差不多这类男人，人家都结婚了吧？那剩下那些屈指可数优秀的，都嫌你过了30了，人家还想找年轻的来。本来资源就不多，一堆女人还跟你抢，你还各种嫌。她说我这不是年龄大了，越来越不甘心忙，也不想将就的找个差的吧。嘴上告诉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哎，只要人好就行。结果呀，就想捡漏那1万度近视的高富帅，退而求其次，也要高富帅占2项以上。哎呀，刺激的我是血压是上蹿下跳的。有时候啊，难得遇到个合适的，让他来看看，不是今儿没空就是明儿没空的，让他给气死了啊！错过了又是各种的后悔。哎呀，想吃回头草，人娃都给造出来了，你说那话有啥意义呢？我说咱要是没合适的，那就看看离婚的吧，离婚有不少条件好的。他坚决反对啊，生气啊，说我未婚怎么可能要嫁给离异？行吧，那就再等等看看。前段时间啊，他家谁亲戚啊，
就有一个比她小9岁的表妹结婚了，完了崩溃了，焦虑了啊！哎呀，害怕自己嫁不出去，觉得自卑丢人，和我说闪婚，条件好就行，不挑了啊！好不容易给她介绍了一个同龄的170左右，国企管理岗硕士学历啊，男方条件很好，就是胖点，这俩人呢也谈上了，没出1个月呀，又拉倒的，这给我气的，真的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。嫌男方处处不主动，哎呀，啥都得让他来做，吵架呀都不愿意哄他，听得我呀，他不哄你不会哄他吗？很生气的对我说，那不成，哄是男人的事儿。行了，我也给怼的是哑口无言，无话可说了。我现在呀，只要是一看他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我那个魂儿再跑一个。不是我制造焦虑啊，姊妹们啊，你们听我一句劝，女人一旦过了30岁，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资源会越来越差。当然呢，男人也不咋地。只不过相对来说啊，女人过了30岁，这外貌体态变化就会很明显，生育价值也会相对贬值，这是市场决定的。你见市场上谁不想买早晨的白菜啊，又鲜又嫩的，那晚上的白菜你要搞个特价的，抢你的还都是一堆老娘们儿。你优秀不假，你赚的多也不假。我也承认啊，太多的大龄剩女啊，拎出来都要比那些好多男人强。可这个市场呀，你要比的不是你的经济价值，而是性价值和情绪价值，这才是你的牌面。就是说你年轻漂亮有活力，性格好，对吧？你要是年龄大点啊，咱有点女人味，温柔点，赚的钱帮男人分担点压力也行吧。啥玩意都不愿意给，整个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回家呀还得被你压迫着。这日子除非是脑子抽了风的极度爱你的人才愿意和你这样。女人最重要的是你的年龄啊，不要因为忙，因为想赚钱，因为想工作而耽误自己。聪明的女人啊，人早就从年轻开始下手了，主动扩大一下异性圈子。你不找啊，耽误的是你自己。后面别嫌年龄大了，找不到就行。你要是找到条件不错的啊，千万别作别闹，好好珍惜啊，早点结婚。错过了你哭啊，你都没地儿了。